美军退役了部分先进的电子战飞机，千万别把这个危险信号理解成美国海军穷疯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俄乌战争一打呀，美国军费也是暴涨了，从原来的7000多亿美元，2013财年已经上涨到8000多亿了嘛。美国海军好歹呢也是军中的二等人，当然也是分钱大户。不过大家最近也看到，美国海军跟空军一样，忙着退役了一部分装备，比如说5年之内，所有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全都要退掉。那么剩下的大坑怎么办呢？用伯克3型驱逐舰补吧。估计这些老提康一部分要进博物馆，大部分呢还有可能卖出去要换银子呢。另外一个消息就是，美国海军要退役25架 EA-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，就是在 FA-18大黄蜂技术上改出来的那个嘛。然后我看到国内有些媒体判断说，这些个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才用了13年就决定退役了，美国海军应该是穷疯了。没有这批咆哮者，现在美军就只剩下 F-16能够压制一下对方的防空体系了。其实呢，咆哮者还是给海军用的， F-16呢是给空军用的。咆哮者退役对美国空军影响不大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看到，美国海军2023年财年预算计划里边裁掉了这25架飞机，每年能够省下8亿美元的维修费用。而且呢，咆哮者还是一种对我们威胁很大的飞机，因为呢，它具有很强大的电子战能力，可以一边使用自己的雷达探测目标，同时还能够干扰对方雷达，可以定位对方防空系统的雷达位置，然后发射反辐射导弹进行攻击，还能够监听对方的无线电通讯，并且作为战斗机，它原来的空战能力也没丢，携带电子设备同时还能够发射中距的空对空导弹呢。所以呢，在演习对抗中，咆哮者利用这些电子战手段，还曾经成功的摸到了 F-22的身边，把 F-22A 给黑掉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身边活跃，对我们的地面、海面防空体系还有航空兵威胁都挺大的。那么我们之所以后来搞出了歼16D 还有歼15电子战飞机，其实走的也是这个路数，让美国同样尝尝滋味。现在美国一口气淘汰了25架这种飞机，省了8亿美元。当然有人会觉得，美国为了省8亿美元，让我们减少了很大一部分压力。不过要是凭这个就认为美国穷疯了，导致战斗力不行了，恐怕也就太乐观了。我觉得更应该去想一想，美国为什么敢于裁撤这25架咆哮者。从宏观上来看，美国各军种从2023财年开始考虑的问题就是装备迭代升级。空军一直喊的是不淘汰老飞机就没钱研制6代机，想的是腾笼换鸟，所以这次 F-22开始淘汰了。那么海军要淘汰这么多舰艇和飞机，一样也是要集中精力完成下一代的力量体系建设。而且俄乌冲突又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，没有必要在俄罗斯常规军力上浪费太多的精力。虽然退役了5个中队的咆哮者，但是剩下9个中队够用了。这让美国敢于在近几年进行部队裁撤，并且相信裁撤之后的力量仍然放在东亚是足够用的。另外，咆哮者之后，美军还有下一代电子战飞机接替。从设计指标来看呢，不仅仅电子对抗能力各个指标都要优于咆哮者，甚至连对空作战能力都要比咆哮者强大约60%。这能是谁呢？说到这里边呢，我们就要注意到了，美军给 F-35的任务一直就有和咆哮者重叠的部分，都要求有能力探测和打击对方防空系统的雷达。而且 F-35的发动机带有的发电模块，它的发电功率是2000千瓦，计划是未来要携带激光武器的。那么这么大功率用于航电设备，也就意味着在不挂载干扰吊舱、不破坏隐身外形的前提下，就可以在飞机上安装大功率的电子战设备。那么兼顾空战能力和电子战能力的 F-35，外号可就真成了电闪雷鸣了。所以我们还能简单认为，淘汰这25架咆哮者是美国海军穷疯了吗？好，关于这25架咆哮者战机淘汰之后，美国用什么东西来替代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